南海与东海的交界，那状若大鳌的海岛角落。各位道友啊，贫道当真没有说假。而上次回来的路上，偶然遇到了一人渡过了九霄神魔劫。贫道说他渡不过，没想到就渡了过去。这人渡劫之后还被天雷劈了一下，贫道又觉得他必然是不行了。可各位道友猜怎么着？宝池旁边，一名老道正在跟10多位差不多道行的炼气士闲谈聊天，说的是绘声绘色。宝池水下的角落中，鳌蚁恢复本体青龙，盘踞在池底一动不动。洪荒真的太可怕了，梦魇依然未消退，但鳌蚁这一次主动请求龙母将自己送回了截教仙人的地盘，因为鳌蚁知道截教之中也有一些人族，自己可以观察他们，从他们身上学到龙族所欠缺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份狡诈与算计。池边众炼气士的话题不知不觉地换到了池底小龙的身上。一人叹道：池子下方的缝隙已经下了禁制，不知道这位龙太子到底是嫌弃咱们金鳌岛哪里不好，竟要逃了去。小孩子家不想听老人话吗？这并不稀奇。刚才讲陆玉渡劫去世的老道笑了笑，扶虚道：放心吧，咱们只要好好对待这位龙宫太子，他总会领情，在此安心修行。众炼气士齐齐点头，池水中的鳌蚁挪了挪龙脑袋，并未搭理。这是在搞什么？因为仙石被北面的宝光搅乱，李长寿的纸人分身接近寨子，躲在一棵大树树梢，方才眺望到寨子内的情形。数百个村民围在寨门附近，那里搭了个戏台，几个身着道袍的人影在上面跳来跳去。有人在此地传道。看清楚了宝光的来源，其实是这几名传道者身后的一尊泥像。李长寿心底一笑，纸人化作的中年男人跳下树梢，立刻就要离开。他还以为是什么宝物出事，想着过来捡个漏呢。现在这年头，哪有这么多宝物可以捡的？这种传道之事，如果发生在南赡部洲之外，8成就是一些大门大宗为了招纳弟子而进行的宣传活动。但如果是发生在南赡部洲之内，不是骗财就是敛取香火功德，这种事倒也不少见。那几名传道者展露出来的修为都是化神境3、4阶，守在那座3尺高泥像旁的老道展露出的修为在反虚境巅峰，接近归道境，总之是跟自己无关之事。纸人双手掐动法诀，躲在树后开始施展土遁。一段诵唱经文声随风而来，传入纸人耳中，李长寿的心底。就听得那经文唱的是：宏愿正德无上道，许教西方皆菩提。西方教。纸人双手掐动法诀的速度更快了一些，身前刚刚出现少许波纹，纸人就迫不及待地钻入其中，跑得比之前更加急了3分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在荒岛上的本体也站了起来，施展幻形术，化作一条游鱼，径直朝着东方而去。西方教可是大因果，不跑在这等什么？没想到这里还是南赡部洲西南部落，离着西牛贺州十分遥远，西方教却已经把收集香火的触手探到了此地。但是李长寿这边刚要遁走，仙石突然在东南方向捕捉到海水之中的异样。大概在800里外，有一团浓郁的妖气，此时正朝着那宝光闪耀的方向游动。李长寿当即停下身形，落向海底，全力隐匿行迹。他将还在地下穿梭的纸人也停下了行动，待在地下一动不动。有海中的大妖
被寨中的宝光吸引吗？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仔细的观察一阵，这海中的大妖修为相当于真仙境前期的炼气师。妖气包裹之下的躯体是一条模样古怪的大鱼，有些类似于坦红，但身躯较为庞大，长宽都过了100丈。若考虑对方隐藏了修为，不保守估算，应该为真仙境后期。浓郁的妖气下，这妖物的身周还缠绕着一缕缕血光，血光如同火焰般。这是此物穷凶极恶的标志，杀孽甚重，业障已然现形。李长寿的心底怦然心动。当然了，他不是对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有什么特殊喜好，纯粹是看上了这头大妖身上的业障之力。清除这般浓厚的业障，可以赚取不少的功德。要不要顺手杀了这大妖？李长寿的心底飞速思索。我成仙之后底蕴太弱，而且宝物并不算多，功德是个好东西，而且颇为难得。若是缩在山门中修行，不去做有利于天地稳定的好事，几百年也得不到一丝。如果是一门心思以立正道的狠人，就要避免被功德加持，从而保证后期不被天道影响。但李长寿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，他考虑的问题很实际。若多一些功德护身，我的安全系数应该能高一些。假若他今后能够得到大功德，也不会学各位大佬去培养法宝，必会先搞功德金身。有了功德金身，就相当于一道免死金牌啊！无论遇到什么劫难，都不必太过害怕。到那个时候，哪怕是圣人要强行拍他，都要犹豫是否会亏损数倍于功德金身的功德之力。当然了，功德金身这个玩意儿极难炼成，需要海量的功德之力。到如今，天道趋于完美，能得到大功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。去天庭倒是能有更多赚功德的机会，此前李长寿也考虑过相关的事宜。先说眼前之事啊，干掉这头大妖，功德必然不会少。正所谓积沙成山，滴水成海，万事总归也要有个开始嘛。至于跟妖族染上因果，人族与妖族本就是死敌，哪怕对妖族客客气气的，若是有一天落在妖族的高手中，也只有被扔油锅一途。对妖族完全不必客气。但如果考虑到对方可能隐藏了修为，他也要承受一些微的风险。此地是南海，并非是妖族聚集之地，方圆2000里也只有这一股大妖的妖气。有一个岛屿上有零星的小妖罢了。如今水遁土遁已成，日行10万里不在话下。自己把这个东西给杀了，然后立刻跑路去俗世躲着，也不怕会有其他的妖族报复。而且有能力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阻止他，却眼睁睁地看着这条大鱼去杀害同族，未免有些说不过去。毕竟他也是两世为人了嘛。尽管李长寿对熊寨的生物体是不是同族持有保留态度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李长寿施起水遁，速度比那头大妖快了10余倍，悄无声息地冲到了距离岸边100里的一片海域。除却三教仙宗，洪荒之中的遁法大多都挺难寻。如今炼气师的群体中，重宝轻法的风气盛行，让很多人都轻视了遁法的作用。算准这头大妖前行的路线，李长寿袖袍一抖，6只纸人左右飞出，化作不同的面貌、不同的身形、不同气息的男女。6纸人立刻在海底忙碌起来，开始悄悄地布置水中适合施展的困阵。宝伞现在暂时派不上用场，还没有完全升级成功。李长寿则朝着岸边遁去，与潜藏在地下的纸人汇合，
将这纸人收起，再找了一处海边的树林藏身，闭目凝神，方圆数百里内的风吹草动尽皆入心。片刻之后，百里之外的海面上掀起了滔天巨浪，一座圆形大阵出现在海面之上，将这巨浪直接困住。那头身长100米的大妖并未察觉到前路有埋伏，径直地撞入了临时布置的困阵中，又发现情况不对，立刻开始疯狂冲撞。6个纸人分身已经从各处现身，冲到了大妖身周，各自撒下几瓶毒粉，用仙力粘附在这大妖的身周。刹那间，这大妖身周的海水变得浑浊不堪，大妖全身各处被迅速腐蚀，妖魂也遭到了重创。你们是何人？这一次，李长寿把最后2瓶超频软仙散都寄了出去。这头大妖虽然修道境界较高，但抗药性明显是不如之前遇到的东海龙宫2太子，行动立刻变得无比的迟缓。李长寿的精神高度紧绷，6道纸人分身手中的毒粉撒完，各自手持宝剑交叉前冲，海水中也出现了一张张被仙光串联起来的符物，剑阵与3昧真言同时发威，符阵宛若一条条锁链，从各处锁住了这头大妖。符阵威能爆发，风阵、电击、冰阵、炭烤，那已经被毒粉腐蚀大半的妖躯，此刻已经没有了几分防御之力。6道被3昧真言包裹的仙剑划过，大妖身上立刻多出了6道交错的裂痕。这一股股3昧真言钻入各处的裂痕，以此妖精气神为燃料，火势四燃。大火在海中转眼便包裹了这大妖，后者却发不出任何的惨叫。海岸的树中，李长寿左手五指攥拳，6道纸人分身各持火箭，冲入此妖妖躯各处。阵壁内，海水中火光爆流，海面炸起一根根水柱，几块被3昧真言包裹的残躯冲天而起，其内妖魂被符阵长链锁在半空，又被涌起的3昧真言直接吞没。李长寿施展5行遁法，木遁转土遁转水遁，一气呵成，身形冲向困阵所在之地。待他赶到阵中，3名纸人盘坐在海面上，诵读渡人经、往生咒、消灾祈福咒。另外3名纸人在处理海水之中残留的毒粉，将被污染的海水不灭的火焰张口吸入腹中，稍后回收。这3昧真言当真是猛啊！盏茶的时间，这头大妖的庞大身躯已经只剩下海面上的一滩灰烬了。李长寿钻出水面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：3昧真言的威力太强，我在门内若是需要用它炼丹，或者旁人突然问起一句3昧真言修行的如何了，那岂不是……哎呦，这个真言该琢磨琢磨如何降低威能了。最好是威能可控，可以随意调节大小。李长寿扔出了摄魂珠，袖袍一扬，那堆灰烬和海水被他摄入掌心，团成了一只水球，扔向空中，轻轻炸散。意外的还有些小舒爽。诵经声还在持续，李长寿握住了摄魂珠，查看了一下里面的记忆残片。这大妖果然不是南海来的，他原本生活在西海，祖上也没什么厉害的人物。深海妖族因为气运缺失，一直浮不起来。这头鱼妖杀戮无数，数不清有多少海上渔民葬送在他手中，杀之替天行道。一缕金光突然在海面上飞起，注入李长寿的手臂。李长寿的心底突然泛起了少许明悟，感觉自身之道多了一份庇护。
自己的求长生之路似乎也变得稍微平坦了一些。这就是功德。粗略的估算一下，大概杀几百万只这种杀孽深重的大妖，我就能够凝练功德金身了。要不然还是算了吧，在山里面不出门就挺好的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在这东西的记忆碎片中看到了一点奇怪的东西。偷袭村庄，假装被泥象击退，回到海中潜伏，而后再偷袭其他村庄，假装被泥象击退，回到海中潜伏。李长寿禁不住嘴角一阵抖动，诵经声刚刚结束，他立刻收起纸人法宝宝囊，也不去回收阵基，将此地大阵匆匆地毁掉，施展障眼法幻形术，朝着东面疯狂地催起水遁。这大妖是西方教的，就是跟那几个在熊寨传道之人一伙的。他们先在那儿宣传西方教精义，等大妖过去偷袭，再用泥象假装击退大妖，展露神迹，从而收获一批死忠信徒，为西方教提供香火供奉。这个计策说下贱，那肯定是下贱，但是李长寿没有这么多的正义感去拆穿此事，也当真不想与西方教有任何瓜葛。西方二圣酷爱渡人向西，也在谋划封神。封神劫难前后，很多不必要的道门矛盾都有这两位圣人背后谋划的影子。而封神之后，老子一手化胡为佛，又逼着西方教化作大乘佛门。这是教运之争，5位圣人牵连其中，大罗金仙在这盘棋中也只是被圣人随意拨弄的棋子。莫说我这个刚渡劫的小仙人了，惹不起，赶紧溜。风驰电掣，李长寿水遁土遁交替向东，原本以为自己现在日行10里已经是极限，没想到自己半天功夫就跑出去了10万里。潜力这种东西下一下果然还是有的。